看一下，今天小狼是给大伙带来炸弹人啊，久违了。之前都是那个村里老三，给大家伙做的这个炸弹人，因为他应该说是炸弹人的第一大神啊。怎么说呢？就是说炸弹人这个游戏呢，它无论是玩速通还是玩摊分，都是玩的相当的好，而且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这个感觉不是我小时候玩那个样子。但这一次小狼做的视频呢就不一样了，这个视频呢是非常非常的赖，来自于我们的炸弹人5进的玩法。什么叫5进呢？它是进穿墙，进那个坐骑啊，也叫坐骑啊，怎么都行。反正现在呢，新版的教科书上是要念坐骑的啊，所以说咱们就不要误人子弟了啊。然后呢，再呢就是定时雷不让，定时雷呢也是清怪神技，还有就是踢鞋以及手套。其实我个人觉得呢，手套其实没有什么用的啊。好，这个我感觉他的大脑非常的充啊，非常的充实。他知道这个怪能被炸到之后呢，闪光的时候咱们碰他是不会死的。这个最难的，我觉得难就是前3个最难。首先进穿墙这个很难啊，进这个坐骑也很难。然后呢就是进定时雷，定时雷我反而是觉得最不方便的一个啊，相当的不方便啊。这样的话，这时候5进。踢鞋呢，其实虽然说比手套肯定是要实用的多，但是踢鞋呢，相反我认为还是 PK 的时候啊，比较有用一些啊 ，PK 的时候比较有用。而这个咱们打剧情踢鞋，也不是没用吧？那咱们玩一命的话，那就是用处不大。咱们要是玩速通啊，或者说是玩那个摊分，对吧？摊分的话，那踢鞋是那相当有用啊。如果你玩摊分没有踢鞋的话，你是摊不了分的，知道吧？啊，不好摊啊。好，看看这边的话是，主要是没有定时雷，也没有穿墙啊。怎么打这个 BOSS 啊是关键。有的 BOSS 呢，咱们没有定时雷打起来确实不方便啊。这个游戏时长还是挺好的，因为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所以说也就这么回事。这个游戏是我童年的乐趣，我童年玩这个游戏几乎就是在我人生当中最穷的时候我才玩这个游戏，就是说我去游戏厅玩，我必须得玩个游戏，是不是啊？但是呢，我没办法，我只能说这个玩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我玩那个挑战模式，不玩现在这个剧情模式。玩挑战模式的时候呢，我可以对吧，一顿炸，这个可以一玩一下午啊，最起码玩个2-3个小时是必不可少的啊。我就一个币嘛，这个币可能还是管游戏厅的小伙伴要的。好，穿墙不吃，这个就是穿墙啊。他把这个小伙打出来了啊，这个小伙有的时候会捣乱啊，我感觉其实并不是那么好。这个人他是定时雷啊，他这个雷是定时的，但是呢，反正也就这个意思。手套和踢鞋用处都不是很，就是前3个进是最变态的。还有一种雷是什么雷呢？还有一种雷是那个叫就是那个大火焰啊。如果大火焰的话，其实还是有必要的啊。就这个大火焰有的话呢，咱们清这个壳就会非常快。没有这些障碍的话呢，咱们也不会那么难了啊。好，他喷火的时候有点微微无敌了点啊。这个大火焰呢是可以，它不是说让咱们火焰变长，而是可以穿透这个墙壁，它可以一下炸掉很多的砖块啊。把这个火焰吃满，然后呢把雷吃满，然后再加上这个大火焰，基本上咱们小兵对咱们的威胁呢就不是那么太高了啊。不过呢也很有意外，有的时候咱们没有这个坐骑啊，你会发现啊坐骑，哎怎么叫都行吧，大家伙知道就好了啊。就是说你会发现你有一个保底的命。对吧？你没有这个保底的话，那是真的很难受啊。童年最耗时间的是，不是耗时间？你玩那个《三国战记》，技术不好，你玩不了那么长时间的。何况你《三国战记》得2个人玩，对吧？你得2个人玩。你像那个玩这个就1个人玩，因为没有人跟我抢玩这个的。他应该知道 PK 也 PK 不过我。当时我的反应速度很快，当时我玩那个泡泡糖是那个小兔子奖杯的那个。小兔子奖杯是银杯的红色3道杠，相当于现在的王者100多颗星那种感觉，就真是那个排位的啊。好了，
反正啊，一定要勾引他往下做。他是越被打呢，咱们他的这个速度越快。一旦到第5下之后啊，他就特别快了。这个我想问一下，他嗓子眼那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叫扁桃体？就那个那个到底是啥？那个是叫扁桃体吗？好，直接爆了。单挑 BOSS 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啊。冠状沟，你什么玩意儿？快，感觉梦龙骨来的啊！冠状沟都出来了，我去！这个雷挺有意思啊，在水底下那个雷的这个形状还变了。好，你看有穿透雷啊，就特别厉害了啊，非常的过瘾。好，直接进屋。小舌头啊！你说这个，如果真拿个镊子捏住那个玩意儿，这么一捏一拽，是不是老得了啊？是不是老就是直接直接就吐啊？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这个意思啊？好，它这个雷啊设定的非常好，可以连双炸啊，可以连双炸。虽然说不是定时雷，但是起到的跟定时雷差不多的这种效果，对吧？他这个大脑啊非常的足啊，可以研究很明白。那个防弹衣可以吃啊，也没说不进防弹衣，但是他如果说是不吃的话，也当一个进呗，对不对？能理解为啥要拉？那你说，哎，那你说小狼30厘米长，矿泉水瓶那么粗，万一怼到那个扁桃体上了怎么办啊？对吧？那直接就，对吧？那很难受的。当当当当，那个小豆豆可以蓄力撞人啊，相当赖啊。好，感觉哎，在水外面没事啊，它崩不到岸上来的啊。这个设定还是比较合理，要不然也太过分了，直接进图了啊。基本上咱们现在属性已经全满了。它这一点难就难在什么呢？越往后吧，咱们越难的就是你没有定时雷啊，你不能瞬间炸，秒不了 BOSS。尤其是第2关那个鱼，说难听点啊，虽然说呢，咱们第2关那个鱼呢也没有定时雷，对不对？本身你也没有，但是呢，你得考虑一件事儿啊，对吧？你往后那个葫芦娃那个地方啊，有7个葫芦娃，那特别难，特别恶心啊。好，这个节奏很好啊。知道每一关的那个出口在哪儿，就特别的好说啊。我记得狼叔是79年生的，对，我是79年的，1879年的，还是公元前1879年的，好不好啊？大哥，狼叔，你见过哪个79年的79年长这个逼样？真的，现在啊。我只要卖保健品，我吹牛逼，我一天我要卖出去300-500万、3-5千万的，我都该咋地的，真的。你见过哪个79年能找我上这么油光水滑的啊？虽然说我长得虽然说没有那么帅啊，也就跟吴彦祖差不多，但是，对不对？大，你这个是该说不说的啊。好，这个连上雷呢，可以直接串炸。但是呢，由于这个怪的伤害还是比较多的啊，连串雷。咱们的这个跑鞋是有必要的啊，兄弟们，跑鞋，跑鞋的话，移动速度呢是咱们立足的根本。如果没有这个跑鞋，咱们吃不满的话，确实很难受的啊。好了，操作者呢是咱们的这个
叫夏修啊，名起的非常的二次元，对吧？吴彦祖哪能跟我狼比啊？吴彦祖说句实在话，现在也确实是经受不了岁月的摧残，对吧？不过呢，不得不承认啊，这明星呢，他保养啊，他有足够的这个财富自由去保养。如果说咱们现在大家伙儿，如果我是财富自由的话，兄弟们啊，如果我现在财富自由了的话，那么我保养的会很好，真的啊。通过这个减肥这一块，大家伙也看出来，我对自己的自律啊是非常的足的。啊，都说这些明星什么啊，这个多少时间瞬间减了多少斤什么的啊。好，这里面我跟大家伙说一下，他刚才为什么要那么着急的往自己脚底下放雷？这个游戏是这样的，如果你往自己脚底下放雷的话，这个小怪呢它是不能碰到你的，脚底有雷，它会瞬间就是弹回去。这样的话呢，如果你一旦走不掉，这个你快被毒死了，不得已的情况下，往自己脚底下放一颗雷，暂时能够让自己非常安全。好。一定要卡好位置，1、2，好，3、4， 3下能炸死。这个如果不连着炸，后面是非常难的。什么时候放？准备好。它炸完了之后，1、2，一炸，1、2，一炸，好的，这2下就炸死了。刚才那个是雄的，这是雌的啊。什么？是你什么你的王八？宋小宝牡丹江分宝，牡丹江分宴，你们一天天的啊，可有个活了啊！好了。感觉这个游戏的人气不怎么样，还是怎么的？不愿意看啊，这些小伙伴们啊。其实这个游戏吧，挺难的，真的挺难的啊，就是入门特别难，需要有非常强的逻辑思维。如果没有那么强的逻辑思维的话，肯定是不行啊。这绿的是啥怪我不知道。这个骷髅挺有意思的啊，这个骷髅头戴竹蜻蜓。啊，然后那个是一个有点类似于像河豚一样的那个水雷啊，对吧？确实有点冷门。好的，这个就是定时雷，兄弟们啊，这个就是神器之定时雷，最牛逼的神器没有之一啊！如果要是前2关有定时雷的话，那个 BOSS 啊。你都不需要那个技术，你放一个雷，走远远的，对吧？它落下来，你直接一炸，对吧？就怎么地怎么都能赢啊！哎，为什么要在自己脚底下放雷？刚才看不看见？如果一旦咱们的这个雷呢，一旦是没有打出这个自己的优势，啊，看不看见？往自己脚底下放个雷，这样的话呢，这个怪呢它是不会碰到咱们的啊。他就是往你身上走，也会原地返回，因为他知道你脚底有个雷。这个游戏如果你要是舍不得这个往自己脚底下放雷啊，你害怕把自己炸死，那你就难受。你像刚才往自己脚底下放个雷，他就不会左拐，他没办法左拐，直接过图，已经属性满了，兄弟们啊！哎，还有1滴血，给你来个大发盒。我眼睛其实不小了。我胖的时候眼睛小，脸上全是肉，现在瘦了，脸上的肉非常少了，对不对？好，借用它闪光的这点时间啊，这个鸟的速度非常快，有的时候我都不喜欢骑它，真的，我都不喜欢骑它的啊。是5进呐，对呀，5进是没毛病的啊。定时雷，踢腿鞋，为什么叫踢腿鞋？叫踢鞋就完事儿了啊。啊，这个哥们儿是啥？为什么一个啊？好的，他能穿图，看不看见？这个导弹是 PK 神器啊。导弹的话呢是可以那个什么的。好，在自己脚底下放一个。
我不喜欢骑那个鸟，我喜欢骑那个一个绿色的啊，脚非常多那个，可以通过特殊技能快速跑，就跟那个 PK 版的那个黄人是一样的。PK 版的黄人可以瞬间移动，那个骑上那个也可以瞬间移动。PK 神器就是炮弹啊，1v1里面如果有炮弹的话，我操，那还玩个屁啊，这个！哎，就这个，哎，就这个绿色的这个，骑上这个绿色的这个呢，我觉得是应该是综合实力最好的。但是呢，咱们是进这个载具啊，所以说呢就不能骑了，对吧？啊，这个大兵，说句实在话啊，他的攻击力是最那个，不是他的防御力是最高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嘎逼打是什么意思？嘎逼打嘎嘎，就抽了，就嘎逼打了，就嘎，就跪了，死了，啥也不是了，知道吧？啊，嘎逼打就是这个意思啊。连上啊，连环炸，好，直接进图啊，都知道那个出口在哪。这游戏有速通啊，有速通的。那个村里老三不就是打过速通跟摊分，记录都是他破的啊，都是他破的。好，来看一下 3D 眼镜，3D 眼镜的跳跳鞋，一定要连雷啊，一定要提前放好，然后连雷，看不看见？他这是提前玩，那如果你有定时雷，那就无所谓了。这关也不知道图啥，这关简单的跟狗一样，戴个 3D 眼镜，全程没动过，无限被炸。但是当你玩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的啊。反正最后一定要骂人一句王八啊。好，第4关。它是你们感觉很简单，实际上它是提前先放好了一个雷，然后等到那个炸完缓过来之后能炸的时候呢，哎，提前对吧？提前放一颗雷，然后通过第2颗雷连上，这么一个带连雷的。知道吧？这个不是说你说他是瞎打的，他可不是瞎打的啊！啊，直接过图。赵英俊是谁呀？赵英俊不是那个赵本山演那个小品？我叫赵英俊，男啊，这男还用说吗？对呀，这是电视征婚呢啊，对吧？说我越看越像老太太。像点又怎么了？充分说明了那句话吗？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吗？对不对？那个赵英俊我倒是知道啊。啊，我不知道，我不认识啊。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个赵本山那个。我以为你们在开玩笑呢啊，是真有这个明星是吗？有这样的明星是吧？啊。哦，那我真不认识啊，真不认识。这个摊分就得打这个金币，这个金币是摊分必备啊。大金币打成小金币，连着刷分，你看。好，这个定时雷啊就没有必要吃啊，定时雷的话咱们是进定时雷的啊。那个 help 救出来是什么？就是一个你要救的一个小人，可救可不救啊。有的时候你救他，他还打扰你啊，他会打乱你的节奏。虽然说他放的雷是定时雷，他不会把你炸死，但是呢，我就玩过一次，他放了个定时雷，结果呢，我走到墙里，他把我堵住了，我还没有踢鞋，我老嘚儿了啊。那我想知道他是就是咱们虽然说最好是不要唠这些那个伤感的事情，看起来他人品应该是不错。但是我想问一下，他是怎么去世的呢？啊，他是怎么去世的？如果要是没有猜错的话，如果是病逝啊，那真的是一路走好啊。
你看，你看啊，你要是病逝的话，就是这个听天由命啊。我相信这个叫赵英俊的人呢，虽然说他并不是特别富有，他一定也不是那么缺钱，对吧？他肯定比普通老百姓要好一点，但是呢没有用，就像我们当初说李勇一样，对不对？说走就走了，没有办法，人生就是如此啊，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哎呦，你看这个他一发起疯来啊，速度非常快，就一发起疯来就炸毛，这个有点难度。我们要把住这个守关口。好的，被雷能吞雷，那个是能吞雷的那个小怪，有点恶心的啊。所以说呢，有的时候赚的钱赚的再多呢，也没有啥用，对吧？要注意好，我操，这个怪要注重好这个自己的身体啊，保持好，对吧？你像那个古代的那些皇帝，对吧？当皇上的人，权力已经是达到最巅峰了吧？财富也是富有四海了，对吧？全国都是他的了，他怎么还死了呢？那也没有办法啊。包括一些英明的帝王啊，对吧？包括像那个汉光武帝刘秀，是不是啊？一直以来好评都是非常高的，那最后不也是梗了啊？这个虽然谈不上年纪轻轻，但是确实是中年直接就梗了。你说这个也没招啊。所以说大家伙啊，过好一天是一天，该消费的时候要消费，对不对？该喝点小酒的时候要喝，咱不能纵欲，但咱也不能说一天天的啊，这个不扯这个事儿啊。谁能活120岁？100岁咱不敢说，有人能活到120岁，谁能活到？谁能活，对吧？谁能活500岁？活不了嘛，对不对？所以说啊，这个大家伙好好的，没啥事多看小狼解说啊，兜里有点钱，给小狼送点飞机什么的，真的啊。我看又来，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7个葫芦娃，我们看一下这个7个葫芦娃是挺恶心的啊。啊，上来自己先自杀一波，我也是真醉了啊。这7个葫芦娃是不是挺嘚儿的？而且他的雷不是那么变态，连雷直接连排，还剩下几个变得很聪明啊，这3个啊。这个我们打他的话，最好是连雷连死，对吧？你可以通过他的雷去连，来掌握这个时间。好，堵上。最后越到最后一个就得连，好，都堵上了啊！葫芦娃这个呢，菜鸟可能不太会，但是呢，只要你玩到这关了啊，你有定时雷是吧？还有踢鞋，基本上是不会被他堵死的啊。先别那么着急，先放雷，你先走位，对不对？好了，这个葫芦娃他爷爷召唤出这个传说中的这个发电啊，发电这个哥们儿呢也没啥用啊，他牛逼就牛逼在发电的时候是无敌的，但是一点用没有，围着圈炸就行啊。好，开始单挑，他这个是有 CD 的，他这个技能知道吧？好了，借用这个地方给他堵上，直接炸死，非常的烂。你个米呢，王八，太嘚儿了啊！好，第5关，葫芦娃他爷爷看起来应该挺扛干的，结果被那个小孩直接一下举走了，我真是服了啊！这种近的玩法，你看他连的这个东西，一定要第一要有大脑的组织能力，第二呢要有反应，尤其是在 PK， 我记得那个时候玩那个泡泡糖也是，你 PK 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得要把这个东西考虑清楚。考虑什么呢？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连雷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 PK 的时候对面放不放雷，万一电脑也放颗雷把你堵上了啊，你对吧？或者他放了颗雷啊，结果呢连上了，你把他炸死了，你也死了，那不合适啊，对不对啊？好，看看这大眼睛，他可以把这个雷。它可以把这个雷变成一个，砖块啊！我记得是。这个大兵确实是扛炸。你们不要以为这游戏简单啊！说句实在话，他都进了这么多了，前3个啊。好了，我们看看5杠3。
这穿透雷啊，如果要是进穿透雷的话，也挺难的，兄弟们，真的，确实很难啊。这个游戏一共有多少关？好像是6关吧，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6关啊，5关，兄弟们是5关，这是最后一关了啊。好了，直接进屋，噔噔噔噔，这个游戏其实我个人觉得啊，这个一命和一币也差不了多少了，因为啥呢？这个一币吧，你死了之后呢，你这个东西都没了，你知道吗？就你死的时候，你这个东西消失了，你得重新攒，你这些什么什么定时雷呀，什么那个鞋呀，对吧？啊，还有雷啊，还有这个火焰的长度啊，这都是感觉都没了。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啊，那个鸟感觉跟抽了风似的，这个鸟，这鸟挺难啊，这鸟真的抽风，我操！好，还有一滴血，堵上，进屋，应该没有什么那啥了啊。当当。啊，差点把定时雷吃了。其实正常来讲啊，定时雷反正这吃了就真没招，你这得真的要死人，要不然你怎么进呢？对不对？没法进啊，就不小心吃了也不行啊，这个很赖啊。好，把门炸开，直接走。最后的 BOSS 怎么打？最后的 BOSS 其实我个人感觉并不是特别难的啊，不，就是那个我的意思是，我觉得他打并不是特别难，而不是我觉得这个不难啊。这个你们不要误会啊，不要误会，我没有那么我装逼，好吧，我装逼了啊。对，就是提前放好雷，虽然说没有定时雷，但是我们提前放好雷，对吧？正上方那个到底是什么怪物？两个十字眼啊，像个河马。好，直接走。最后的 BOSS 很肉吗？对，最后的 BOSS 确实稍微肉那么一点点啊。好，看看，玩街机要不要买摇杆？这玩意儿就是，你要是真的是想找回当初的那种感觉，我建议呢，你就买一个廉价的老摇杆啊，先玩一玩啊，给自己身上放颗雷。对，你看没看见？这都是必须啊！爱往自己身上放颗雷，你不放颗雷，他就拐弯就把你吃了。啊，很多人说，那我小时候为啥死那么快呢？其实你要知道这个技巧，但是这个技巧也是有难度的啊，不是随便乱放的。你放的过程当中，对吧？他虽然说当时不会碰你，万一你没地方躲了，你对吧？你最后把自己炸死了也不行。来看看最后的 BOSS 啊，他会召唤这个石块。我们看看最后这个 BOSS 虽然是肉了一点点啊。FC 的炸弹人就前面几关有点难，后面的几关是非常简单的啊。好，用雷来挡住这个骷髅头，看不看见？不难的啊。他后面召唤石块的时候呢，虽然说稍微恶心了一点，连住。好，来看看，他召唤这骷髅头都可以骑的骷髅头啊。冲击波没事啊，这个波他妈的怎么躲？感觉大家伙都会躲，连上。咱们只要不被碰死，你看你碰不死的啊，对不对？好，它越来越快，但是没有用。好，往右边走吗？还能炸到，你看，小波。好，召唤石块这个地方是有点难度的啊，有点难度。哎，但是连雷直接连死，连石块都没召唤出来就死了。
啊，这个是真的是很赖的啊。好，我们可以看到传说中的5进通关啊，后面的2进我就不多说了啊，这个前面的3进是真3进，牛逼牛逼牛逼！也是感谢我们的夏秋啊，这个给大家伙表演这么一个精彩的视频，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伙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了。我们下期再见吧。